大家好，官方最新消息，开放网络条件和时间线更新。来自 Pi Network 创始人的尼古拉斯博士特别信息：先驱者们，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1800万 KYC 人员和800万人迁移到主网。Pi Network 将于2025年第一季度启动开放网络，这个时间范围将使网络能够将更多先驱者迁移到主网，并纳入开放网络，从而缩小 KYC 和迁移先驱者之间的差距。它还将支持网络在开放网络条件下实现其1000万迁移目标。我们始终优先考虑可访问性和包容性，因此，我们希望在开放网络启动后，让更多先驱者有机会使用他们的 Pi。主网上的更多 Pi 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更多参与和稳定性。有关开放网络发布的更多详细信息，请继续阅读完整公告。Pi Network 创始人 Chengdiao Fan 和 Nicholas Kaklis。先驱者们，我们已经拥有超过1800万 KYC 先驱者，其中超过800万已经迁移到主网。我们最近的升级也提高了临时 KYC 解决方案和主网迁移的速度。例如，在过去1天内，近20万先驱者迁移到主网。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将能够将数百万先驱者纳入开放网络，并很快超越1000万主网迁移先驱者的开放网络条件。因此，开放网络可以在2025年第一季度尽快启动。打开网络更新。该时间表支持网络的雄心，不仅要超越数百万的开放网络 KYC 和主网迁移目标，而且还要确保更多先驱者，特别是 KYC 和暂时 KYC 的先驱者参与开放网络活动，从而为成功过渡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缩小 KYC 和主网迁移先锋的数量差距，依靠先锋完成 KYC 和迁移要求的行动以及系统的处理速度。该系统已升级，以可扩展的支持数百万先锋的 KYC 和主网迁移。我们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先锋纳入开放网络，这很重要，主要有3个原因。Pi Network 始终将可访问性和包容性放在首位。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的先驱者有机会在开放网络启动后使用他们的 Pi。在开放网络之前，更多的 Pi 迁移到主网意味着生态系统中的更多参与度和稳定性。需要迁移到主网的数百万先驱者可能就在您的推荐团队和安全圈中。他们的迁移意味着您将根据您挖掘的归属于他们的奖励派获得更多派。经过6年多的建设，派必须正确建立其开放网络，即使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投入的工作会促成我们实现目标。核心团队将继续监控迁移进度，并确定开放网络的具体启动时间，在网络过渡到下一阶段，主网的需求与缩小 KYC 和主网迁移先驱者之间的差距之间取得平衡。请继续阅读，以深入了解更新后的时间表。我们将提前向社区公布开放网络启动的具体日期。开放的网络条件达成并超越目标。2023年12月发布的开放网络条件旨在确保 Pi Network 拥有长期成功所需的基础。我们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由于所有先驱者的共同努力，完成这些条件的进展非常出色。阅读完整公告以了解条件的要求和背景。KYC 和主网迁移更新。从条件2开始， Pi Network 已达到超过1800万 KYC 先锋，远远超过了1500万的目标。核心团队继续改进 KYC 流程，例如最近的更新解决了暂定案件、重新提交、申请能力和错误修复。随着我们继续进行类似的改进，并允许具有暂定 KYC 状态的先锋达到最终状态，包括完全通过 KYC，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内将有数百万人完成 KYC。 然而，相比之下，已有超过800万先锋用户迁移到主网，这表明数百万先锋用户在主网检查清单中完成了重要步骤 KYC， 但尚未迁移余额，这存在巨大差距。虽然2024年一直是开放网络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将这么多先锋用户排除在发布之外。
这尤其因为我们尚未达到1000万的迁移目标，如果差距太大，开放网络之后，网络的长期稳定性将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核心团队在提高主网迁移能力方面取得了突破，并已实施解决方案。仅在过去1周就迁移了超过50万名先锋，一旦先锋完成所有主网清单要求，每天就可以迁移大约20万名先锋。因此，随着该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处理更多的先锋，这里的主要因素是时间。这还取决于先锋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除对自己的封锁，例如处于暂时接受 KYC 状态的人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决他们的申请。我们预计按照目前的迁移速度，到1月或2月将超过1000万的迁移目标。除了这项工作之外，允许先驱者进行第二次及后续可转移余额迁移的新功能也将很快发布，允许已经在主网上的先驱者转移更多的余额，并且更多的网络派可以在主网上迁移。宽限期更新，鉴于总体时间表的变化，我们将2个宽限期截止日期延长至2025年1月31日，原因相同，即包括更多先驱者和他们的派。此延期是最初6个月期限之后的第一次延期，因为宽限期于2024年7月1日生效，原定于2024年12月31日结束。由于宽限期截止日期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后果，我们希望尽可能允许更多先驱者有机会通过在最初6个月内或根据整体开放网络时间表的变化延长宽限期截止日期来保护他们的派。主网和支持主网的派应用程序。派开发人员已经开发了80多个 Mainnet 或 Mainnet 就绪应用程序。我们最近发布了使 Mainnet Pi 应用程序可通过 Pi 浏览器访问的界面，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专门的公告。这是应用程序进一步改进并有资格通过 Mainnet 生态系统界面进行访问的最佳时机，因此一旦开放网络开始，先驱者就可以体验到更好的生态系统。条件1和3的更新。对于开放网络条件1，如上所述，已提供扩展 KYC 和主网迁移的解决方案。这些流程的进一步改进正在继续，以解锁更多极端情况，但不应阻碍开放网络的启动。我们还很高兴地确认，基于条件3的当前外部环境因素，开放网络的发布不会进一步延迟。我们将密切监视和评估它们。兴奋起来并做好准备。自2019年3月14日 Pi 正式发布测试版以来，开放网络就是我们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花时间准备网络，以便我们能够体验具有长期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实用性的生态系统。因此，与此同时，除了通过 KYC 迁移到主网之外，先驱者还应该完成任何迁移要求，并且不仅应该自己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还应该鼓励他们的网络迁移他们的余额，并与 Pi 实用程序互动。商家应该整合 Pi， 并探索通过 Pi 生态系统在本地和在线商务中销售其产品的各种方式。开发人员应该对他们的应用程序进行最后的修改，并在准备就绪时申请将他们的应用程序迁移到主网上。先驱者们，我们希望您和我们一样对2025年第一季度即将出现的开放网络感到兴奋。